这个男人只需要碰你一下，就能知道你的身上都发生过什么。他来到工业区，故意触碰这里的路人，为的就是寻找躲藏在这里的连环绑架犯。然而马特寻找了一天也没有一点线索，他通知儿子决定今天先回家，等到明天工人下班人最多的时候再来一趟。可突然一个戴着耳机的男人与他擦肩而过，一瞬间他的脑中就闪过4名啦啦队员被绑架的画面，他们被关在四周都是红色砖墙的房子里，跪坐在中间的正是面前的男人。看着他吊儿郎当的样子，马特准备上前将他抓捕，可没想那个家伙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一脚地板油直接撒丫子跑了。眼下还是先救出那几名女孩比较重要。儿子查阅了资料，附近有一间砖厂，非常符合马特描述的画面，于是他转头便朝着砖厂进发。但这次救援行动远远没有马特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绑架女孩的男人看似像个小混混，可他却其实是一个拥有24个人格的超能力者，其中最厉害的人格野兽强大到可以徒手撕裂人体。啦啦队员们正在努力地挣脱束缚，工厂的大门却突然传来声响，他们以为又是那个野兽回来了，疯狂地想要挣脱铁链，可下一秒一个铁棍出现，一下一下地帮助他们挣脱了束缚。穿着雨衣的男人正是马特，解救女孩的他准备深藏功与名。走廊的尽头似乎又传来了什么声响，他们仔细一看，野兽竟然像个鬼一样沿着管道直接打了过来。他举起200斤的铁桌扔了出去，马特稳当的接住，才避免大家被砸伤。马特展开还击，抱住野兽想要驯服这只怪物，可他毕竟年事已高，几番缠斗下来，反被野兽一个翻墙锁住了身体。强劲的肌肉几乎让他喘不过气。关键时刻，马特带着野兽直接撞破窗户跳了下去。即便是从30米的高度落下，2名超能力者仍然是没有受到一点损伤。这片空旷的场地才适合施展威力。正当他们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几道强烈的闪光照射了过来。楼下早已经有大批警察在此等候。由于闪光灯能够切换野兽的人格，现在的他一下变成怂蛋，大喊着让警方放过他一马。就这样，他们2人都被逮捕，关进了一所特制的监狱里。狱警拖着闪光灯对准野兽，以防他有什么举动。2人都被关进了他们的专属牢房。野兽的房间里布满了闪光灯，只要他有任何奇怪举动都会自动开闪，强制让他切换人格。马特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水管，因为他的弱点是怕水，所以同样可以用水枪来对付他。野兽尝试切换成美女人格，对着来送食物的狱警言语挑逗，希望他可以放自己出去，但这妖娆的样子多少是有点瘆人啊。趁其不备，野兽上前抢夺钥匙，但闪光灯的照射没2下就让他身体僵直，瞬间老实了。野兽赶紧切换外向人格，尝试和狱警套近乎，仍然是被他无情闪光。另外一边的马特也想要逃脱，但是这水压喷的他实在是难以承受，倒在地上连站起来都困难。心理医生打开大门，告诉他自己那所谓的超能力其实根本就不存在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医生将他们都召集到了诊疗室，让几个猛男待在这个粉嫩的房间多少有点违和，不过这样的环境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紧张情绪。监狱里还关押着一名特殊的犯人，他自称也是一名超能力者，他认为自己有超过300的极致智商，可得到超能力的代价就是全身的骨头都很容易粉碎，因此也只能坐在轮椅上。医生拿出马特的核磁共振报告，他的大脑中有着一团奇怪的云团，这或许就是他产生异响的原因。所谓的可以通过触碰他人得到别人的记忆，其实都是他的大脑给自己的心理暗示。比如他当时第一次碰到野兽，可能只是因为看到他的裤子上沾有红色粘土，所以他幻想出了女孩们被困住的环境。野兽的样子也许曾经在电视上被他看到，而他走在路上疯疯癫癫的样子，看起来非常符合一个疯子绑架犯的要求，所以马特的大脑才认为他一定就是绑架犯。You really dissected him, Doctor. Good for you. 医生笑着表示野兽也别高兴得太早，他所谓的野兽超能力其实也是假的。警方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许多世界级攀岩者的视频，说明野兽是攀岩的极度爱好者，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在墙壁上攀爬的原因。而当年他徒手掰开的铁炉，其实早已经过上百年的腐蚀，即使是个女人也能轻易掰开。边上的这位那更是重量级，说什么自己是绝无仅有的高智商天才，可现在这副样子分明就像大脑没发育完全。在场所有人的超能力都只是幻想而已。医生告诉他们只要接受治疗，就可以根除他们的臆想症。晚上所有人被送回牢房，他们的心情无比失落，或许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可医生绝对想象不到，高智商老黑的呆滞全部都是他装的。等到了深夜，老黑的房间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狱警打着手电筒观察，发现他的腿好像有走过路的样子。为了测试他的瘫痪是不是真的，狱警直接放开了手中的手电筒。看来是想多了，狱警放心的转身回去睡觉。可下一秒，老黑就行动自如地破解牢房门出来查找资料。他看见了马特和野兽的分析报告，上面分明就写着他们都是超能力者。高智商的他瞬间意识到，今天医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将他们洗脑，
让他们遏制自己的超能力，变回一个普通人。想到这，老黑掩面痛哭，他的计划终于可以开始实施了。这天狱警来给他送饭时，他假装一动不动，等到狱警坐到他面前，一招手起刀落，老黑用手中藏着的玻璃解决了对方。搞定狱警后，他推着轮椅来到监控室，将所有的直播画面修改成录像，然后淡定地打开了野兽的房间。他拔掉所有的闪光灯，这样一来，野兽可以随意地离开这所房间。此时的野兽还是小混混人格，老黑告诉他赶紧去把野兽人格叫出来，他有重要的事情和野兽说。来到储藏室后，野兽切换到了小孩人格，他兴奋地在桌子上手舞足蹈，老黑也是非常贴心的配合鼓掌。见他人还怪好咧，小孩人格将野兽人格给召唤了出来。等老黑一回头，这个家伙已经爬得满屋子都是。老黑兴奋坏了，他告诉野兽，现在的监狱正在一点点地抹掉你的超能力人格，如果想要夺回身体的主导权，那就要向世界证明你的力量。今天是世界最高的大楼帝王大厦的开幕典礼，如果能在那个万众瞩目的现场和马特进行一场超能力者的对决，那将会永远被人们记住。听到这，野兽也是热血沸腾，他当即同意了老黑的请求。转头，老黑来到监控室，通过话筒告诉马特，野兽将会在今天下午大闹帝国大厦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阻止他的人也只有你。只要你真的是那个超能力者，眼前的铁门是绝对不能困住你。想要拯救世界，那就发挥你的全部力量吧。听了老黑的话，马特用力地撞了一下铁门，结果上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凹痕。难道说自己真的有异于常人的力量？果然，马特轻而易举地踢开了铁门。他来到仓库，拿回了儿子送他的项链，还有那件象征身份的雨衣战袍，即刻动身前往帝国大厦。门外的警察还在悠闲地巡逻，可野兽仅仅只是用了手部的蛮力，就将整辆警车直接推翻。看见路过的两个美女，他又没忍住来了绑架瘾，将他们都抓进了货车里。此时的马特已经赶到门口，看到他的出现，野兽淡定地脱掉上衣，朝着他疯狂地咆哮了起来。大战一触即发，他真的像一只猛兽一样冲向马特，死死地按住他的身体。马特也立刻展开反击，拳拳到肉的输出把货车都打出了脑震荡。面对马特的超强蛮力，野兽也是硬生生全扛了下来。马特只好抓住他的耳朵，绕了地球1周半才将他甩开了出去。几名特警加入战局，他们想用盾牌制服野兽，可这根本就是徒劳。包围马特的特警也被他推进集装箱，用一根坚硬的铁棍锁在了里面。干掉特警，野兽已经彻底疯狂。老黑命令他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赶紧去帝王大厦展示身手。结果叛逆的野兽一气之下，直接将老黑的骨头彻底按碎，还顺便一掌打碎了他心脏附近的骨头。他回过头举起马特，一把将他扔进了巨大的水箱里。水是马特最大的弱点，野兽乘胜追击，跳入其中掐住他的脖子。情急之下，马特只能一下一下敲打墙壁，好不容易才击碎水箱，从里面滚落了出来。此时的马特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，野兽决定给他致命一击，但突然一双小手握住了野兽，回头一看竟然是安娜，她是野兽原始人格的女友。虽然野兽人格的分裂是为了保护原始人格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失控，必须要原始人格才能控制住野兽。在安娜的一声声呼唤下，原始人格成功占据了身体的控制权。安娜希望他停止这场混乱，他最近在名气多的五八同城找了份工作，野兽可以和他一起回到老家过安定的生活。可一回头才发现警方的狙击枪已经瞄准野兽的胸口，一枪下去，野兽的身体被击穿。由于此时还是原始人格，他并没有刀枪不入的身体，这一枪真的要了他的命。临死前，原始人格告诉安娜，自己很庆幸有那23个人格的陪伴，如果不是他们，自己早就已经撑不下去。说着便失去了呼吸。此时心理医生假惺惺地跑去拯救马特，可在他们握手的一瞬间，马特感知到了他和几名神秘人之前的酒桌谈话，内容正是关于如何让超能力者消失在世界上的话题。他手上的梅花标志也正是那个神秘组织的印记。 I would have left you alone, but when the horde showed up here, then I just had to come. 医生示意特警淹死马特，他就这样在一双同样有着梅花印记的手掌下归了戏。医生来到奄奄一息的老黑面前，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。正如他想象的那样，他们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扼杀世界上的所有超能力者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有英雄的传说。千百年来，组织一直秉承这个宗旨。或许他们3个人死在这里，也算是他对组织有个交代。超能力者存在的事实又一次成功被他们抹除了。帝国大厦的开幕仪式顺利结束，医生也不辱使命向组织汇报了战绩。原本他想着通过心理战术让他们3人变回普通人，可现在有个这样的结局或许更加保险。然而事情并没有医生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突然他接到了监狱的紧急来电，保安告诉他这里的摄像头竟然全部被人入侵了。医生这才意识到，老黑的计划根本就不是大闹帝国大厦。之前诊疗时，医生为了防止老黑逃跑，告诉他这里布满了100多个监控，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。而监狱门口的摄像头早已经清晰地记录下了野兽和马特的决战，这些被黑走的录像全数被传送到了安娜的电脑里。
只要将它们上传到网络，就能向世人证明超能力者是存在的，不管这些想隐藏真相的人是谁。今天他们输了。